侧翼友军突然后撤，瓦格纳领导人怒斥俄罗斯军方，情况很复杂。大家好，我是肖玉华。随着乌克兰宣布大反攻开始，俄乌双方围绕巴赫穆特的战斗就变得更加的惨烈。尽管目前俄罗斯方面依靠瓦格纳雇佣兵军事集团攻坚，占据了很大的优势，然而从近期瓦格纳军事集团领导人普里戈人的一份视频中，却隐藏着俄罗斯当前的危险隐患。瓦格纳方面目前虽然取得了战场上的优势，但是损失同样也不小。然而让人十分心寒的是，俄罗斯内部的政治算计居然用到了前线，也不知道是功高盖主，还是想要借刀杀人。后勤方面严重克扣弹药补给，账面上送到的弹药真实数量仅为 10%。 最为恶劣的是友军突然撤退，让瓦格纳的侧翼完全暴露在乌克兰的攻击之下。按照普里戈人的说法，俄罗斯第72独立摩步旅突然后撤，放弃了原本呼应瓦格纳部队的侧翼防线，这直接导致瓦格纳这个尖刀的侧翼，这条2公里长500米纵深的防区完全暴露在乌克兰的面前。普里戈人在视频中指责当前的俄罗斯军方出卖自己，将政治算计用到了前线，损害俄罗斯的国家利益。巴赫穆特战役是目前俄乌冲突中持续最久、双方争夺最为激烈的一战，对俄罗斯来说战略意义巨大。当前是优势，俄罗斯第72旅不可能也不敢不战而逃，最大的可能就是接到了高层的命令，有人想要借刀杀人。坦率地说，这件事情的疑点还有很多。一方面来说，瓦格纳这个雇佣兵集团背景极其复杂。最典型的一个说法，普里戈人是普京的人，更像是一个被普京掌握的私人武装，用来震慑俄罗斯众多的寡头。而普京作为俄罗斯最高领导人，会不会放任军方的政治算计用在瓦格纳身上呢？这就是一个问题。虽然说现在的巴赫穆特的战功让人眼红，小小分上一本羹还是有可能的，彻底要借刀杀人，除掉瓦格纳，独吞功劳，普京不可能没动作。另一方面，内部的政治斗争影响到前线，这种一经曝光必然动摇军心的事情，普里戈人就这么在社交媒体上公然的曝光，本身就是个问题。除非普里戈人准备逃奔北约，或者和俄罗斯军方翻脸，不然不能将这件事情公之于众。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故意引诱乌克兰军队上当。当然了，这也必须注意的是，瓦格纳的的确确在之前和俄罗斯国防部发生过一些龌龊的事情。此前多次攻坚中，俄罗斯国防部经常用小手段贬低瓦格纳的战功。这次普里戈人说的事情到底有多少是真的，我们不太好判断。很多时候，当一个国家的内部一些集团孵化之后，往往会出现对内重拳出击，对外唯唯诺诺，甚至出卖国家核心利益的情况。俄罗斯初期在战争中的表现到底怎么样，大家心里也很清楚。普京后面动用征召令，征召了30万部队，才勉强守住防线。动用瓦格纳这样的雇佣军，还一路开绿灯，从监狱里征召人员上前线，也反映出普京对俄军战斗力是带有一些不满的。当然了，站在中国立场上来看，还是希望看到俄罗斯能够赢得这场对抗北约阵营的战争。当前面对美国系统性衰落而引发的最后疯狂，中国和俄罗斯之间深化合作是一个必然的结果。俄罗斯如果真的前线溃败，甚至引发俄罗斯内乱，对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